刚进南大寝室，就听到有人调笑：“宇哥，装哑巴泡自己小舅妈什么滋味？”我下意识停住脚步，站在门口，良久才传来一个更加低沉的声音：“就那样吧。”透过门缝，一个大男孩翘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，眼睑下垂，是一张十分高级的厌世脸。那你准备啥时候分手？每天不说话难受吗？你每天说话难受吗？他转着手机，满脸不耐烦，腻了再说吧。我没吭声，装作没听到，转身重新走下楼，给他发了条信息，到了，人呢？那边回得很快，收到，马上下来。没过几秒，一道身影从宿舍楼冲出来，孟崇宇还穿着那件黑色卫衣，但厌烦的表情褪去，换上了一张阳光热情的面孔。他咧着嘴走到我身边，低头按了2下手机。姐姐，等很久了吗？不算久。他看了我2秒，眨了眨眼，又输入道：你不高兴了，是等烦了？我转头看了眼举着手机，小心翼翼讨好我的男孩，往外舒了口气，不是，工作上的事。哦。男孩垂着眼，表情带着失落，这副样子跟方才在寝室差异太大，甚至让我一度怀疑那幕只是自己的想象。他乖巧坐在副驾，突然想到什么：可以再等我几分钟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男孩立刻拉开车门跑出去。等他的期间，我犹豫半晌，才点开纪维里的头像。之前你说自己有个外甥，他叫什么？很快，许久没联系的人给了回复：纪维里，孟崇宇。纪维里，有事？我正要回复，突然车门拉开，我慌忙把手机收进口袋，是孟崇宇上来了。他单手揣兜，系好安全带后，突然掏出来个棒棒糖，草莓味的，往我面前推了推。给我的。男孩点了点头，不生气了，好吗？我是纪维里资助的贫困生，和他结婚只是因为他需要一个顺从听话的妻子应付他家老爷子催婚，而我就是那个好拿捏的人选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鲜少有机会能了解他的家庭，不过对这位一直放逐在外的大外甥倒是有点印象。混不吝的二世祖，疯起来连纪维里都头疼的大少爷，就是这么个祖宗，现在满脸乖巧坐在我旁边，装的人模狗样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车在红绿灯停下，我看向他，吻我。男孩一愣，随后眼底逐渐变得深邃，不需要我强调第2遍，他直接凑过来捏住我的下巴，给了我结结实实一个热吻。即便日常孟崇宇装的再像，在床上那股本能的侵略感始终无法抹去。突然，旁边的车滴滴了2声，还未反应，喇叭又响了起来。扭头是才发现旁边的车已经降下了车窗，露出了一张分外熟悉的脸。纪维里。我本能紧张，但随后想到他再也管不着我了。男人表情称不上愉悦，语带嘲讽，就这么急不可耐？我咧嘴一笑，年轻人精力旺盛，让纪总监笑了。纪维里脸沉了下来，视线透过我看副驾的人。我下意识紧张，往一侧挡了挡。灯绿了，我就不妨碍交通了。说完，我率先按上车窗，再看向孟崇宇，脸看向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突然有点好奇，若是今天被纪维里发现跟我激吻的人是他外甥，他该作何表情？但这件事这么有趣，我还真舍不得让他立刻终止。进了家门，孟崇宇便迫不及待朝我扑了过来，他急切地抱住我，吻着我的唇。我不喜欢他。不喜欢谁？你前夫。哦。我凑过去，摩擦着他的耳根。巧了，我也不喜欢。他单手将我抱起来，抛在床上。我惊呼了声，搂紧他的脖颈。他无声挑了挑嘴角，眼眸闪过得意。我突然想起今天他舍友问他，泡到小舅妈什么感觉？他说就那样吧。但我不一样，泡到前夫的大外甥，那感觉可真他妈爽。以前纪维里也疯，是上位者的疯，只有索取，我完全谈不上享受。但孟崇宇不一样，我知道他在讨好我。这种愉悦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之后达到了顶峰。就在他急不可耐想要开始的时候，
突然，我的门铃响了。别管。很快，门铃变成了手机铃声。应该有重要的事。我安抚拍了拍孟崇宇的头，单手超过手机。开门。是纪伟礼。我不在家。我看见你的车了，开门。我顿了顿，现在不方便。门外的人似乎在点烟，跟那个男的在一块。我们离婚了，和你没关系。那我们复婚。话音落下，他好像也被自己吓到。我们两个谁都没再讲话。电话那端传来滋滋的电流声。还是我先开口，你喝醉了，让助理送你回去吧。你先开门。真不方便。啊，林庆欢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说完，他似乎想到什么，嗤笑了声。不对，我都忘了。当年趁我喝醉偷吐吻我，装疯卖傻向我求婚，你的胆子一直都挺大的。电话挂断，我还沉浸在纪伟礼的话里。当年我的确是爱过他的。第一次见到纪伟礼，是我刚刚考上大学，一腔孤勇的冲到他的公司，想要渐渐资助我的恩人。喜欢上他，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和他结婚。婚后，我活在自己构建的粉红泡泡中，觉得我一个人的爱能撑起两个人的关系。直到孙洁如的出现，打碎了我的梦。姐姐。一只手从我后面摸过来，我回头，孟崇宇就站在我身后。我突然特别好奇，如果这个人知道我和纪伟礼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，他会怎么样？会再去装哑巴勾引孙洁如吗？哑巴这招用烂了，或许可以装个瘸子。这么想着，我没忍住笑出来。我拍了拍孟崇宇的脸颊，姐姐现在没心情，改天吧。说完，我直接起身披上睡袍，没注意到孟崇宇逐渐变复杂的表情。晚上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被震动吵醒。宇哥，迷想酒吧今晚就差你了。来的几个妞身材火辣，真不来喝一杯？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拿的是孟崇宇的手机。浴室里有洗澡声传来，我将手机重新放在床边。不多时，孟崇宇出来了。他怕吵醒我，蹑手蹑脚走到我身边，拿起手机划了2下，便随便丢到旁边穿外套。我假装自己才醒，睁眼。要出去？导师找我有点事，得回学校一趟。现在已经快12点了。孟崇宇摊手，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。我心里冷笑，这位大少爷没进军娱乐圈真是屈才。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头。毕业狗，没人权，我懂。等到孟崇宇出去后几分钟，我才慢吞吞爬起来，拿上车钥匙跟着出了门。其实也不为别的，就是好奇，在我身边装乖卖惨的孟崇宇真正是什么样子。毕竟我第一次遇见孟崇宇是在医院，彼时我刚做完手术，行动不便，需要找一个帮手。孟崇宇就是来应聘的护工。开始我对他是有些犹豫的，倒不是因为他是个聋哑人，而是我想找个女性，但男孩却特别迫切。我从小照顾妈妈，特别有经验，我保证他们能做的，我也能做得好。我必须承认那一刻，我心软了。我没有父亲，母亲瘫痪，我就是如他这般从小照顾妈妈。后来若不是纪伟礼的资助，我恐怕连高中都无法读下去。于是我将他留了下来。一如孟崇宇所说，他乖巧勤奋又体贴周到，别的护工只要有空子就跑出去休息，只有他一天到晚守在我身边，为我端屎端尿，在我情绪低迷的时候用尽一切办法讨好我。那时候我胃口不好，这家伙会自己给我做饭，把便当摆成各种卡通形象，哄着我吃一口。临床的老太太看着都笑了，和我说这小子是把你当女朋友养了。所以后来我们成为恋人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这期间我从未怀疑过孟崇宇的身份，他经常会控制不住的跟我打手语，有时候兴致来了，我也会让他教我比划几句。就连在最动情的时候，他都不曾发出过声音，只用一双眼湿漉漉的看着我，像一只厌足的狗。当然，我没怀疑过他最重要的原因是，
谁们家二世祖能隐忍到这个地步？隐忍到我都怀疑孟崇宇这是把自己当勾践了，到我这儿卧薪尝胆，磨练心智来了。以前我也是酒吧常客，大多数时候都是被纪委里带过来的。他喝酒，我开车，回然后去的路上，在他那辆不怀好意的悍马车上坐进荒唐时，甩掉过去的回忆，我正准备搜寻孟崇宇的包厢，突然一只手将我拽住，特地来找我的。抬头，纪委里居然出现在面前，刚才不愿意见我，现在迫不及待的跑过来。这是欲迎还休？我是来找男朋友的。我避开他灼热的视线，转头想走，然而他攥着我的手收紧，直接将我扯进南侧隔间。纪委里，再大点声，把所有人都喊过来。我怒视着他，他指腹摩擦着我的唇，今天他吻的你这里，你管不着，放开我。小猫敢冲我亮爪子了，离婚前后你的变化倒是不小。纪委里嗤笑，和他分手吧。凭什么？欢欢，你该知道我最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。他的手指划过我的脸，无理取闹要有个限度，不要在我的雷区跳舞。我要反驳，他继续说，当初答应离婚是满足你的愿望，不意味着你就能脱离我的掌控。这一年怪我给你了太多自由，让你忘了你是属于谁的。纪委里强势霸道，高高在上，只要他想，他可以让我在工作中，在生活上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作乌有。但凭什么？凭什么背叛婚姻的人能堂而皇之说出这样的话？你都已经有孙洁如了，还不够吗？提到这个名字，纪委里皱了皱嫌恶的眉头。我说过，我和他没什么。没什么？你们亲嘴的照片都上报纸了。是啊，不过就是接个吻，你至于发脾气？根本说不通。真他妈烂人！我不想再听他的话，用力挣脱他的桎梏。突然，外头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：小舅，你还没好。浑身冻住。是孟崇宇。纪委里正欲推门走出去，被我反手拽了回来。他朝我挑眉，我避开他略显尖锐的视线。纪委里没再动，问道：有事？一墙之隔，孟崇宇略显不耐的声音传来：回去了，司机借我。这么早？纪委里给司机打了个电话，孟崇宇适才离开。离开的时候还吹了个口哨，老当益壮，请您晚好。抬头正撞上纪委里若有所思的目光。你认识小雨？不认识。为什么避开他？孤男寡女在男厕所隔间，纪大少爷不要脸，我要。说完我踹开门。这回纪委里没再拦我。孟崇宇是让纪委里司机送他回去的，那必然不会再回到我的出租屋。毕竟纪委里的司机对我的住处一清二楚，他伪装身份接近我，自然是不想让纪委里发现。我便没着急回家，不紧不慢在街边溜达。夜深了，马路上只偶尔有几辆车经过，夜色里两边的广告牌异常闪亮，孙洁如那张脸以极高清的姿态对在我的面前。要不是纪委里，你这种人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女人曾经指着我鼻子说的话浮现在耳边，那时候我还沾沾得意。那又如何？他宁可和我这种人结婚，也不要你。可后来他和纪委里接吻的视频传遍大街小巷，我崩溃的让纪委里和他撇清关系。纪委里却说：欢欢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我才恍然从大梦中苏醒。是啊，他们都是上等人。孙洁如是从小跟着纪委里长大的妹妹，是被纪委里用资本一手捧上去的大明星，而我只是纪委里养在家里的妻子。甚至结婚以来，我连他外甥是谁都没弄清楚。不是我不上心，是纪委里没给过我机会。或许我之于他，就是只能疏解欲望的狗。冷战到离婚，纪委里始终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，终有一天会后悔。我的确后悔了，后悔没早点离开他。快到家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孟崇宇的信息，是一张自己躺在宿舍床上的自拍照。孟崇宇躺下了，还真是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我明知故问，该不会才忙完吧？孟崇宇：是啊，导师抓苦力。紧接着
孟崇宇发了一张被窝里面的照片。孟崇宇，想你。我弯了弯嘴角，乖，下次喂饱你。早晨，我是被开门声吵醒，走出卧室，和拎着早饭的孟崇宇迎面碰上。我诧异，来这么早？孟崇宇把袋子放桌子上，走过来抱住我的腰，怕你饿。我看了眼袋子的 logo， 是一家有名的早餐店，距离这里很远。我受用的啄了下男孩的唇角，洗漱的时候刷了下手机，一个热搜跃然榜首，井号孙洁如爱心早晨，井号点进去，是他拍的一张早餐照片，配文：谢谢某人清早送来的爱心早餐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。退出来前，我看了眼袋子 logo， 跟孟崇宇和我买的一模一样，巧合则瞬间就不香了呢。从洗手间出来，孟崇宇如同门神守在外头，整个人带着某种难以察觉的焦躁。你有话说？孟崇宇点了点头，将手机举到我面前。下周我要去一趟海市，又是导师安排的工作，是去看病的。我挑眉，他继续输入。我找到了能治疗我嗓子的医生，对方说我有说话的希望。那一瞬间，我差点就憋不住笑出来了。原本我还好奇孟崇宇最后该怎么跟我摊牌，结果就这。我轻咳一声，太好了，需要我陪你吗？孟崇宇眼神飘忽，慌忙输入，不用，你安心工作，我怕自己治不好，你跟着我会伤心。不会的，一定会好的，本来就是个健康人，能好不了吗？但想了想，我还是不走心的补了句，好不了也没关系，我不嫌弃。结果孟崇宇却好像感动了，扯过我抱在怀里。孟崇宇上午有课，跟我腻歪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他才离开没几分钟，门铃又响了。你忘带什么？嘴被封住。我被一股熟悉的气息包裹，用力将对方推搡开，我使劲擦了擦嘴。纪维里，你一大早发什么疯？刚才在你家出去的是谁？没人在我家出去。林庆欢，你真以为我是傻子？既然知道，你还问我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托你的福，前几天知道了。纪维里攥着我的手，用尽了力气。他眼眶变红，你怎么敢的？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纪维里的失控。我盯着他，我怎么敢？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，他怎么敢的？和你在一起7年，如果你有用心对过我一次，婚后带我见过一次家人，我都不可能有机会答应他。我们怒视着对方，想到过去，我的胸口微微鼓荡。他突然软下来，抱着我，唇瓣摩擦着我的右耳。跟他分手好不好？我就当不知道。我突然觉得特别好笑。我不分，现在我不是你的谁，和谁在一起也跟你没关系。纪维里抿了抿唇，克制自己的怒气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钱，我也能给你。还是名分，你觉得他会娶你？婚姻我跳进去过一次了，你觉得我在乎？那是为什么？报复我吗？听到这话我笑了，季总，你问错人了。你该问的人是孟崇宇，他处心积虑接近我，是为什么？纪维里表情复杂，伸手在我的脸颊摩挲。你长大了。我盯着他，不说话。良久，他的手微微用力，捏住我的下巴，不顾我意愿再次吻上来。我不留情，一口直接咬在他的唇上。男人吃痛退开，捻了捻流血的唇，突然笑了。欢欢，你这样让我开始后悔给你自由了。相信我，你会心甘情愿回到我身边。纪维里离开，我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地板上，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，才平复下来。就在我以为纪维里后续会有什么举动，绷紧神经打算应战的时候，意外的，纪维里没再出现。孟崇宇出发去海市那天，我收到了男孩的信息。孟崇宇，出发，祝我好运。附图是一张机票，我回了个加油的表情包。退出界面的时候，手机自动推送孙洁如的动态。孙洁如，出发，首映顺利。孙洁如算是顶流，大数据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永远给你推送最热点的人物和信息。之前我都无视，唯有这次我点了进去。它的定位是机场，
晒的图是一张海市机票，从相同的早饭到一样目的地的城市。那一瞬间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我重新打开孟崇宇的照片，放大，右下角有个不小心入镜的 LV 背包带。我搜寻网上粉丝拍到的孙洁如机场穿搭，那款 LV 是她常背的包，无数细节都告诉我，他们不仅认识，还极有可能关系匪浅。所以有没有可能开始我就猜错了？孟崇宇接近我的原因不是因为纪伟礼，而是孙洁如。我和孙洁如的恩怨要追溯到4年前，大学毕业，我正式搬到纪伟礼的住所，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纪伟礼有个大明星的小青梅，他经常会半夜3更给纪伟礼打电话，会隔三差五让纪伟礼帮忙接资源，还会软声细语的跟他撒娇。我吃过醋，也跟纪伟礼生气过，他跟我说我要喜欢早就跟他在一起了，还轮得到你。后来老爷子逼他跟孙洁如结婚，纪伟礼一怒之下直接跟我领了证，没有求婚，没有婚礼。我们领证那天，孙洁如哭红了眼，她看向我，你以为纪伟礼真的爱你？他娶你就是想反抗家里管教，他最在意的还是我。开始我不相信，直到后来亲吻门事件爆出，全网都以为他是孙洁如男友。纪伟礼不仅没解释，反而牵线了一档国外电影，助他打开国际市场。我终于醒了，只是我不懂，如果是孙洁如指使孟崇宇接近我的，到底为什么？明明在那场3个人的关系里，他才是最后的赢家。隔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纪伟礼的消息，这次他没说话，直接甩给我了几张照片，上面一个男生挎着包，低头走在一个女生身边，那个女生高抬头颅，姿态凌人，两人身影太过熟悉。孟崇宇和孙洁如，你不是想知道原因吗？这就是小雨喜欢孙洁如很久了，但他也知道孙洁如喜欢我，所以一直都在撮合我们在一起。在得知我结婚的时候，他是全家最不能接受的人。这几年他们一直有联系。又吼，没想到大少爷走的还是深情男二人设。我没吭声，纪伟礼继续说，他这次去海市就是参加孙洁如首映会，我猜他是想接近你，彻底断了我们复婚的可能，从而给孙洁如制造机会。以前我觉得孟崇宇装哑巴已经够颠了，没想到接近我的原因比那个还要颠。我问纪伟礼，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？你不生气？气吗？除了觉得离谱之外，我好像一点都不气。大概因为我所有的愤怒全都在结婚的那2年耗尽了。等他回来，你们分开吧。如果你不想面对他们，我去和小雨说。我奇怪，纪伟礼，你为什么老要拆散别人姻缘？除了让我分手之外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挂断了。纪伟礼被我噎住，你还打算和他在一起？不可以吗？他不喜欢你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也不喜欢我，我不也跟你结婚了？那边沉默了，我听到人点烟的声音。我没喜欢过别人。是吗？那你要学着喜欢一下别人了。那天晚上我做梦了，梦到了我刚上大学不久，突然接到了老家阿姨的电话，和我说妈妈摔倒了，正在手术，急需一笔钱。妈妈瘫痪多年，以前都是我照顾的。外出读书，我请了一位阿姨，即便我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兼职，但是手里的钱也仅仅能维持阿姨的工资。走投无路，我去找了纪伟礼，窘迫、不安、焦躁，但纪伟礼却没有犹豫，亲自托人安排了母亲的手术，并且跟我说，照顾的阿姨不行就换掉，能让你妈摔一次就有第2次，以后照顾的钱你不需要担心，我资助你是为了让你安心学习，不是为了让你四处打工荒废学业。从此除了我的学费之外，纪伟礼还担负了母亲的照料费。后来我鼓起勇气和他告白，他说可以，我喜欢乖的。在他身边一待就是7年。再后来，梦境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等待，变成了我的生日，他却去了孙洁如的发布会，变成了结婚纪念日，他的彻夜未归。我感激过纪伟礼，爱过纪伟礼，但也恨他。
仿佛陷在了梦境中，我突如何都醒不过来。迷离间，好像突然有人喊我，欢欢，欢欢，随后被人抱起。纪维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话时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喉咙干哑的厉害。电话你一直不接，担心你出事。你现在高烧，先去医院。发烧了呀？怪不得我觉得浑身烫的厉害。纪维里抱我出门的时候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我家门没了。纪维里面无表情，进不来，直接找人拆了。我温度下来了之后，我才感觉自己脑子渐渐恢复了清醒。纪维里坐在病床旁边，衬衫袖子往上折起，露出深蓝色的腕表。我看着那块表有些恍惚，我记得那是我大学毕业得到第一笔工资之后，用了全部的积蓄给男人买的，17000块钱。那时候我觉得很贵很贵了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听到孙杰如问纪维里，纪哥，你不是新拍了一块8000多万的表，怎么不带那个带这个呀？欢欢送的。孙杰如面露微妙，我还没带过这么廉价的东西，带着会起疹子的吧？当时纪维里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大概吧，带2天哄小姑娘开心。我花了全部积蓄，却只能让对方哄我开心。自此，我再也没送过纪维里腕表，所以他今天又带了，是为了再次哄我开心吗？只是可惜，我早就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。这就是你说的能照顾好自己。在家里昏迷，见我醒了，纪维里上来就质问，只是发烧，发烧也能死人。纪维里顿了顿，出院之后搬过来跟我住，我让助理去给你收拾东西。不要，又是因为孟崇宇。我不吭声，他又问，还是因为孙杰如？他烦躁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我跟孙杰如根本没任何关系？简单啊，你让他在公众视野消失，你能做到吗？不可能。先且不说两家这么多年的生意往来，孙杰如现在的经纪公司有我1半的股份。纪维里烦躁，当初我不是没处理，我将他打发到国外了，还不够吗？我冷笑，让孙杰如在海外拍了1年的戏，这叫处理？我不想说话。纪维里不高兴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对孙杰如有这么大敌意？庆欢，你不是这种与人为恶的人。如果你因为一个女人，不仅失去了丈夫，还失去了孩子，你会放过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的眼底开始积蓄泪水，我孩子没了，因为他。这不可能。我用力擦了擦眼泪，和你离婚前2个月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想告诉你的时候爆出了你们亲吻事件。事后孙杰如带了一帮人找过我，争吵的时候孩子掉了，甚至前1周我刚去看了医生，宝宝已经有胎心胎芽，医生说是个很健康的宝宝。后面的话我没说下去，垂着眼。你如果不信，可以去问孟崇宇，当时是他在医院照顾我的。纪维里身形晃了晃，离开的脚步有些狼狈。纪维里走了之后，我躺了一会儿，迷迷糊糊又睡着了。再睁眼，孟崇宇居然坐在我身边。你怎么来了？孟崇宇抿着唇，有些不高兴。我收到你住院的消息，立刻赶回来了。我才想到白天孟崇宇找我的时候，我好像确实给他拍了张我挂水的照片，但我没想到他会回来。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孙杰如的活动日程，首映就是今天，也不是大事，挂水就能出院了。他表情严肃，我知道，但你切除过胆囊，我不放心。你是不是自己都不记得了？当时这个手术还是我照顾你的。记得。我轻佻的勾了勾唇，小护工，陪上床的那种。孟崇宇的脸肉眼可见又变红了，他又想说什么，突然手里的电话响了，我下意识跟着瞥了眼屏幕。做贼心虚般，他反手扣掉手机，然后紧张的看了我一眼。我假装没看清楚，怎么了？不接电话吗？孟崇宇适才暗断，摇了摇头，不接，是诈骗电话。诈骗电话？呵呵，他们这样可不是诈骗吗？我这场病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隔天早晨基本上就恢复正常。孟崇宇忙前忙后帮我办出院。这个时候纪维里给我发了信息，纪维里，什么时候出院？我去接你。
不用，你大外甥在。几维里啊，那我更要去。几维里，你以为我怕他？都收拾好，可以走了。孟崇宇走过来，我没回几维里，收起手机跟着他出去。上车我才想起来，我们家门被拆了，太阳穴跳了条，也不知道几维里这家伙帮我修好了没。我家门锁坏了，师傅还没去，先去附近酒店休息吧。孟崇宇没问原因，乖乖点了点头。路上手机一直震动，几维里不断打电话过来，我嫌烦，故意发送了个酒店定位，别来坏人好事，之后就把对方拉黑了。进了酒店，推开门，孟崇宇就直接朝我压了过来。孟崇宇和孙洁如在上海的照片浮现在我的脑海，头一扭，男孩的吻落到我的脸颊。乖，你忍一忍，我大病初愈，不适宜剧烈运动。孟崇宇眼底闪过低落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没有什么激情往来，我跟孟崇宇好像也没什么其余的事好聊。气氛陷入沉静，我低头刷着手机，孟崇宇在盯着我。你有话对我说？孟崇宇微不可见点了点头。其实有件事我骗了你，我不是哑，还未输入完，又有电话再次插进来。几维里，他挂断，他又打，再挂断，他再打，最后还是我看不过去了。你接吧。说着我不等孟崇宇反应，越过他直接接通电话。孟崇宇，你让林沁欢接电话。孟崇宇还没说话，那边又说，别装什么哑巴，我跟他早就知道了你们那点破事儿。现在立刻让林沁欢接电话。于是在这一瞬间，我欣赏到了小狗从错愕到惊慌再到沉默的全过程。我单方面认为，孟崇宇方才的那一连串动作完全可以纳入北影表演教材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不接，你不也照样找到我了？你是故意的，想让我亲自找孟崇宇？不是你催我赶紧分手的吗？沉默片刻，几维里突然笑了。欢欢，你比以前聪明了。我马上道，让那个小子皮绷紧点。电话挂断，正对上孟崇宇复杂的视线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是指什么？是知道你不是哑巴，还是知道你接近我是为了孙洁如？如果是前者，有一段时间了，后者也是最近的事。孟崇宇肩膀垮下，我今天是想跟你坦白。坦白你在海市治好了？不是，男孩用力抓了抓头发，我们结婚吧。他说完，我俩同一时间沉默了。片刻后，他好像抓住了什么浮木。对，我们结婚吧。你为了孙洁如，连自己婚姻都搭进去了。我整个人傻眼，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你说要娶我，我就得嫁给你？不是因为他，是我喜欢上我了。孟崇宇轻轻点了点头。我笑了，演戏把自己演进去了。我当这孩子演技多高明。我问他，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和几维里离婚吗？就是因为孙洁如。那你现在觉得我有多大概率会答应一个因为他才接近我的人？他其实不是坏，就是被家里哄坏了。那就是坏。我打断孟崇宇的话，我不恨孙洁如缠着几维里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去找我妈。当时我才跟几维里准备结婚，妈妈瘫痪20多年，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。孙洁如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妈妈的医院地址，去了她的病床，跟她说我在做有钱人家的情妇。妈妈只是没见过世面的农妇，对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考个大学，安稳生活，哪儿经得住这种诋毁？即便我解释我们准备结婚了，但几维里连场婚礼都不给我许诺，妈妈根本不信，怒火攻心，妈妈病情加重，最后走得很快，这种恨让我怎么能原谅？我吸了口气，看向孟崇宇，当时孙洁如趁几维里醉酒偷亲他的监控，是你找人在酒店销毁的吧？孟崇宇抿唇，和我道歉，总得拿出点诚意。我看向孟崇宇，把视频给我。孟崇宇眼眸闪了闪，我突然觉得没意思。算了，你还是走吧，几维里马上要回来了。你会和他复合吗？那不关你的事。我给你。孟崇宇盯着我，
我说喜欢你，是认真的。我从未和其他人有过这么愉悦的体验。我想重新追你，以正常的身份。我们结婚，然后出国，到一个没有几维里，也没有孙洁如的地方，改过自己的日子。只有我和你。几维里到的时候，孟崇宇已经走了。原本我还期待看到他们大打出手的画面。你看上去好像很遗憾。当然，我之前听你说孟崇宇是个混不吝的，还以为他会跟你正面刚，结果刚听说你要来就撤了。他讽刺一笑，背着我做出这种勾当，还不够混？你说的有道理，刚孟崇宇向我求婚了，是挺混的。胡闹！你怎么回的？我说我考虑考虑。几维里青筋暴起，你真觉得他能娶你？到时候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曾经是我前妻，他的家人不可能接受你。我可以永远不见他家人，过去2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我只是在等合适的机会，等了2年还没等到。纪总，我今年30岁，不是3岁。我错了。几维里凑近我们复婚，我许你婚礼。能要到纪总一个错字，还真是不容易。答应吗？我想出国读书，需要一个推荐的教授。话音落下，几维里果然脸沉了下来。不许去。那算了，纪总右转走好，记得把我家大门修好，不然我报警抓你。非要去？我不回应。几维里呼了口气，可以，先领证。那就是没得谈。我以为是你想追我。几维里轻笑，好，给你介绍。哦，还有孙洁如。提到这个名字，几维里脸沉了下来。我会处理，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交代。隔天我就收到了孟崇宇发来的邮件，里面是当年孙洁如亲吻几维里的完整视频。当年2人照片爆出，几维里闭着眼坐在凳子上，孙洁如轻轻吻着他的唇，画面唯美，一看就是被人精心偷拍的。我找过酒店，对方说监控被人打招呼销毁了。几维里显然不想处理这件事，有权有势帮孙洁如干这种偷鸡摸狗事情的，除了几维里就是孟崇宇。我联系了媒体，直接将视频曝光，同步曝光了几维里彼时的已婚身份，网上一片哗然，讨论度直接冲热榜。我靠，开始还宣传2人是青梅竹马，还什么当红影星 X 资本大佬，一群人磕生磕死。结果是男的有老婆，太炸裂了吧！这姐终于翻车了，对工作人员颐指气使，拍摄现场耍大牌，黑料漫天都被资本压住了，喜大普奔。以往只要孙洁如的料爆出来，都会第一时间被压住，然而这次却肆意发酵。就在对家黑粉纷纷跳出来，舆论愈演愈烈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几维里的电话。视频是你放的？他又找你了？你们的关系可真紧密。我说我会处理，你以为我信你？说完我不等他回复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同一时间，我接到了孟崇宇的信息。孟崇宇，他来找我了。孟崇宇，我没理他，我无声勾了勾嘴角，回了句乖。孟崇宇，我可以找你吗？我不行，我还没原谅你。热搜还挂了没多久，孙洁如就回应了。孙洁如，谢谢大家关心，青梅竹马是真的，出轨劈腿是假的。PS 他单身，还晒出了他和几维里小时候的一张照片。水军下场，评论一溜烟全是姐姐从小美到大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做这种事，姐和姐夫好配。我冷笑看着这条信息，摸着自己的心脏，早就预料到了，有什么好痛的呢？然而没过几分钟，万年没发过状态的几维里突然公开声明，我是几维里，那张照片被拍到的时候确实已婚，在这里和我太太道歉，现在正在重新追求我的太太，她是素人，希望大家不要过多关注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退出去又看了一遍，确定就是本人发的，我惊呆了，手机震动，几维里，我的诚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在忙着留学申请的事，暂时没有关注网上的动向。这天，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，林庆欢，你为什么一直阴魂不散？
大明星屈尊降贵给我这么个小人物打电话，还真是荣幸。小雨居然会为了你背叛我，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。过誉了，都是您机会给的好。孙洁如哽住，你真以为发个视频就能影响我？我当然没这么想，这不过是我给你的第一份礼物，算是你让孟崇宇接近我的回礼。接下来我要送你的礼物是永远消失在公众视野。好大的口气，你真以为纪维里和小雨会帮你？他们最疼我。我轻笑，我当然没指望他们，从头到尾我做的就只是让他们在我收拾人的时候别插手。我妈去世后，我一直在关注孙洁如，她在圈里仗着背景雄厚，横行霸道，肆意妄为，得罪了不少人。她的黑料只要跟一段时间就手到擒来。之前我找到了从孙洁如公司离开的助理，他曾经长期遭受孙洁如的职场霸凌，辞职的时候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。在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，果然挖到了大料。在这个圈子，税务规避好像变成了潜规则，但我没想到孙洁如已经这么有钱了，居然还是不可避免的偷税漏税。就在前一阵子，我们终于收集到了相关材料，这也是我不想再和孟崇宇玩装聋作哑游戏的原因。电话挂断，我去了税务机构，实名举报孙洁如偷税漏税。纪维里第一时间接到了我举报的消息，你非要赶尽杀绝？哟，纪总这是心疼了。纪维里捏了捏鼻梁，你知道你搞这一出，我的影视公司会亏掉多少钱吗？就不能等等我吗？等到我也死了吗？提到这件事，纪维里叹了口气，孙家在系统里人脉不比商界少，他们也不缺钱，只要把税补上，伤不到他。是啊，我一根手指放在纪维里胸口，就要看纪总的诚意了。3个月后，纪维里送我去机场，到伦敦第一时间给我发信息，我这边工作安排一下就去找你。知道了，啰嗦。纪维里目露无奈，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忙，我忙着申请国外院校，纪维里忙着和孙家切割。当时在纪维里的运作下，孙洁如偷税漏税的料还是被放出来了。如今整个社会对类似事件零容忍，孙家无法接受纪维里的背叛，两家关系急转直下，纪维里名下的几家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与此同时，孟崇宇和我在一起的事被纪家和孟家知道，孟崇宇被送出国，他自然不肯去，在逃跑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我去医院看过他，男孩右腿捆着厚重的石膏，看见我眼睛就开始泛红。我很想你。我看着孟崇宇，没回应他的撒娇，转而说道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他沉默许久，问我，你喜欢过我吗？心动过。长得帅，身材好，又伪装得如此温柔体贴，谁能不心动？但那又怎么样？我笑了笑，世界上年轻、身材好又温柔的人多了，没有你，我也会向别人心动。机场内，飞往伦敦的广播开始催促了。我拎着大大的行李箱和纪维里告别，纪维里好像有什么感应，用力抱着我。等我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有回答。进了安检，我回头看了眼站在遥远地方的纪维里，笑了笑，转身将自己的电话卡掰断扔到了垃圾箱，又撕掉了那张飞往伦敦的机票。半年后，斯坦福大学的联谊会，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，大家突然聊到曾经说过的谎言，谁这一生没说过几个谎？不对，我猜欢欢就没有，他看着这么乖。我握着一杯啤酒，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，没有参与讨论。我这一生啊，撒过太多谎了。比如，我知道纪维里喜欢孩子，但我从来没有怀过孕。和他说流产，不过是料到他不会求证，激发他的恨意。比如，4年前我就见过孟崇宇，甚至还清晰的记得当时他站在孙洁如旁边，看我的眼神像个垃圾。一个农村出来的土鸡，不值得你花心思。再比如，我压根没申请过伦敦大学，当初纪维里推荐给我那位教授之后，我就去找了他。那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泰斗高高在上，
给你写推荐语可以，但只能是伦敦大学。我笑了笑，往他面前推了一个信封。这是什么？他皱眉拆开，一张在包厢一群男男女女喝酒的照片滑落，最中间赫然就是这位泰斗，身边是一众年轻的少女。教授赫然变了脸色。我微笑着，只是斯坦福的推荐而已，于你而言不过手有余香的事，教授也不想晚节不保吧。不过还得麻烦您跟几位里保守秘密呀。我抬头看向外头的月亮，思绪飘远。欢，不舒服吗？突然一道蹩脚的中文传来，我想起来他好像叫 K， 学校橄榄球队的队长，美国人，长得很帅。我知道不少女孩子都是他的迷妹。我轻笑，没有，醉了而已。K 递给我一杯橙汁，坐在我身边，看我的眼神带着年轻男孩遮掩不住的爱慕。我不合时宜的想到了孟崇宇，轻笑了声，举起杯子和 K 轻轻碰了碰。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他们来过，走过，经历过，他们注定会成为过客。